首先还是谢谢大家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一块分享这些生命里头的一些心得那我看我们先这样谈一下好了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在一些佛教的团体里头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他们比如说可能在刚开始要唱歌的时候会这个样子然后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对于所谓的佛陀你要有自己心理上面的那种比较真切的那种觉知。比如说像我们上礼拜在下完课的时候下课的时候大家也有礼佛，然后愿此闻法说法的功德然后能够去报佛恩，然后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对于佛陀的这种感情都不同。那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比如说因为对我来讲，我了解到说这个2500年前这个释迦牟尼佛原本跟我们一样其实到目前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就是一个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但是呢，他对于生命的这种困惑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离家去找寻那种生命的究竟之道。那他经过禅修，经过6年的苦行，然后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完全觉悟那觉悟之后呢，把他通达觉悟的这个方法留下来，而且这个留下来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简单的一句话，他是用45年的生命，然后赤着脚拖着钵然后踏在那时候的那种印度的土地上面然后一直去把他所领悟的这个法想尽办法流传下来。所以当我在意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大概有几个层面上面是心理上面会有很深的感受的。第一个就是说，他那种非常坚决的，然后不畏艰难，那种追求真理的绝对的意志。他为了了透他这种生命上面的疑惑，所以你看他放弃了家庭放下了他的太太，放下了他的小孩，放弃了他的王位，也放下了他的父亲。那你如果说就一般的世间世俗的观念来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有点好像我们会觉得他不通人情但是事实上呢，你看他内在的那种强大的疑惑，如果没有办法真正彻底解决的时候，他事实上没有办法真诚的对他的小孩，对他的太太，对他的爸爸所以呢，他等于是以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在面对自己内在的心灵的疑惑，而倾其生命的全部的意志去做追求。所以当我们就像我个人当我个人在所谓的在意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第一个升起在我心中的就是这种追求真理不畏艰难的这种绝对的意志它事实上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头一种很深层的一种呼召那只是他很勇敢的去面对，那么一般人呢被覆盖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历经这种艰苦的这种修行，到最后真的就彻底觉悟了，所以他体证到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就是那种生命的究竟的觉悟，无上的一种觉悟的状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一般语言翻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呢，他体验到生命究竟的这种一体性跟圆满性，而完全没有覆盖了，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当我在意念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会去意念，去臆想说佛陀体会到这个无上的这种觉悟的这种心灵状态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这个地球世间，我们知道说觉悟的人其实并不少啊，所以在佛法里头有所谓的圆觉，他因为呢看到自然现象的这种无常生灭变化，然后马上能够去体验到这种缘起缘灭，然后体证无我，所以呢，然后从这个世间呢解脱这种生老病死的苦难啊，比如说这在佛法里头有这样的记录。那我们如果撇开这种宗教的这个思考，你会看到说，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比如说你说老子他也绝对是一个觉悟者，庄子也绝对是一个觉悟者啊。但是呢，在这个世间上面这么多的觉悟者，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选得这么殊胜呢？他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觉悟了，但是呢，他想尽办法请他的生命的所有的能量，把这种让众生觉悟的方法流传下来，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每天每个时候那所以这不是一般的那些觉悟者所能够我们说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那叫什么呢？大慈大悲悯众生的这种精神。所以当我在意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心里头会升起对于他这种见证了绝对真理，然后个体呢自身究竟觉悟之后呢，扬起他这种大慈悲心，然后这种不惧任何的风雨苦难甚至世人的这种嘲讽或者种种的这种伤害。因为我们知道说佛陀在传法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的那个障碍，但是呢他完全保持在以这种大慈大悲的精神在推动把这个法呢流传在这个世间。这是第三点，一种大慈大悲的精神。然后我们又从他在传法的过程当中呢，45年的这种教化的过程，看到他什么呢？他几乎是随时都保持在这种正念明觉不动摇的状态这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去做到的那也就等于是说，透过佛陀的身体力行，让我们看到，你看他虽然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地水火风空识，对，组合而成的这样的一个色身，但是他只用一辈子的时间就达到究竟觉悟，而且呢，觉悟之后呢，擎起他那种大慈大悲的精神不断的去利济众生，而且呢，在利济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他真的是保持在那种完全等于说一个大觉悟者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种正念明觉而不动摇的这种心所以我们在感觉等于说在意念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其实这4个层面，你看那都是我们本来都可以具有的一种心灵的特质，有没有？追求真理的绝对的意志，让我们的心达到究竟圆满觉醒的状态，让我们的心呢发扬起那种慈悲众生的这样的精神，让众生去离苦得乐。然后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随时保持一种全然充分的觉察。你看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心。其实，所以在晚期佛教里头有那样的一个字眼叫做如来本心，那就是我们众生本具有的，都能够像如来一样的这种清净心。但是呢就像原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释迦牟尼佛一样，有没有？他被
人间世的一些事情覆盖住了，没有办法去开发他内在的这种我们说清净的本心啊，所以它里头有疑惑，然后有彷徨。那他跟一般人不同的是，他直接回应面对内在的疑惑跟彷徨，有没有？请全部的意志去面对它啊，所以他能够获得这种究竟的觉悟啊，然后并且把这个觉悟的心得呢流传下来啊，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是一个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就是因为说事实上呢，佛法就真的是一种活的生活方法啊。所以上礼拜也有那个我们说同修也提到说，有关在面对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调伏上面，比如说嗔心的消融，对，明明触到境界，那我们知道这种不应该生气，但是呢就是那个嗔心产生了，那产生了呢也不是很容易能够把那给调伏下来啊。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人啊，真正在学习的时候都一定会碰到。那你看这里头有一些重点，第一个就是能够在当下觉察到自己的感受的状态、心念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说嗔心是一种心地的状态，那它会带来我们身体的燃烧的感觉、不愉快的感受。所以这里头在佛法里头就叫做什么？有受念处跟心念处的这种观察。好，那你能够观察到了当下的这种觉受跟当下的这种起心动念的状态，然后呢，你会看到说，我们内在的决意呢，并不一定能够很干脆利落的去决断它，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会看到说，自我的习气在这里头跟他在做拉扯，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个不太有利，但是其实这是修行的过程当中自然要去经过的第一个阶段。这在佛法里头叫做调伏段调伏内在的触到境界内在升起的这种习气的冲力。那我们在这边今天再更进一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力量去调伏呢？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感还没有消融得很好，所以呢碰到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强大的这个自我意志呢，还是想做中心，因此呢，会觉得还必须要在境界上面跟他做对抗，这是一点。所以呢，透过这种持续性的这种自觉跟修持，让我们对自己的身心状态的那个觉察力不断的培育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去见证到什么呢？生命它本身，我们上礼拜就跟大家一直提到，它真的就是一种无常生灭的现象，它真的就是缘起的。那既然是缘起的、无常的，本质上就是无我。那这个无我呢，你要怎么样呢？它不只是一个观念上面的认识，而是到最后要变成我们内在里头真正心灵上面的觉悟。那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在佛法里头叫做什么呢？比如说断除身见了然后呢，内在里头对于生命的这种苦难的升起跟生命苦难的消融都没有任何怀疑了第一个叫做断除身见，知道无我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知道说整个生命的这种缘起跟缘灭所以在佛法里头叫做说，你能够了解这些生命的缘起，这个智慧叫做法住智。那你心里头也测证了，你自己体会到说，所有的痛苦烦恼都可以因为你这种明觉而不去抓取，就能够去彻底熄灭，这个叫做涅槃智。好像你断除了身见，也没有这种戒取，然后有这种断除了怀疑，也不再有戒取了，所以这叫什么呢？会去证得出果须陀洹，就是在佛法里头所谓的四双八倍之事，你就等于说入流，然后证果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透过对于习气的这种觉察跟对治，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升进的历程。然后透过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那个无明的那个作用力，那个我见我慢。
那越来越对这个我见我慢的觉察力越高呢，会怎么样？越容易去消融它。所以慢慢呢，从这种调伏的阶段，就会自然而然进到说，你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升起了，对不对？你的心呢，会很自然的就想去离断它，所以就会进到随观随断的阶段啊。那透过进到随观随断的阶段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贪嗔痴的那个冲力就越来越少了。那你本身的那种对于生命的全面性的觉察的那种智慧呢，它越来越壮大。所以自然而然会怎么样呢？会往这样的一条路线，贪嗔痴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随着这样的过程，怎么样呢？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就是所谓的六根接触境界，随时觉知到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时觉知到自己怎么样用心。那因为配合着内在的这种觉察力的升起，跟对于我慢的消融的力道越来越强，所以到最后它会怎么样呢？他在六根促进的时候，这种自我感他完全消融掉了，所以就会证得阿罗汉究竟解脱。所以这是一个究竟解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六根在促进的时候，完全不再有痛苦烦恼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有自我感升起。是这样啊，这是我们那个上礼拜这个问题跟大家在做这样的分享啊。那所以呢，在佛法的这种修学上面，建立起了正确的观念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想办法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呢，就是要落实下来。那你要能够把这个佛法落实下来，你要怎么样？你会发现，它就是要有觉察力。那觉察力呢，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身心现象，有没有尽可能的觉知当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才能够慢慢进一步到说，看到不恰当的投射了，有没有？你就能够去断除它。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清楚的体验到，一切都只是无常生灭。然后在这种无常生灭的见解当中呢，如果我们陷入无明不恰当的执取，你看痛苦烦恼它就会聚集。那因为我们不断的去看到这个痛苦烦恼的聚集，然后呢会升起想要去灭这个苦的强大的力量。所以会常常就能够随观苦，随观苦集，对不对？然后能够随观苦灭，这样去升进啊。所以建立起佛法的这种正知见之后呢，落实到这个生活上面啊，其实它本身就是一条痛苦烦恼的极灭之道。所以我们说佛法是什么呢？修行佛法是什么意思呢？佛法是一种觉醒的方法，通达生命的究竟觉醒的方法。通达生命的究竟觉醒要干什么呢？让痛苦烦恼彻底熄灭。那再进一步，自己的痛苦烦恼彻底熄灭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想办法再随着各种因缘，像佛陀那样，有没有？也让其他众生因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修学，也能够离苦得乐，达到痛苦烦恼的究竟熄灭啊！这是一个那个佛法的基本上的修行的道路是这样啊。好，那再来。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超越生死的恐惧啊。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下啦，有没有人不怕死的？不怕死的举手，都没有举手嘛啊？那有没有人怕死的？你看也没有人举手嘛。有一个真正怕死，两个怕死。那所以那大部分人是怎么样呢？不是很怕死，不是怕死，也不是不怕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解脱者的境界嘞。对啊，解脱者才会这样啊。解脱者就是他对于生命没有任何留恋，对于死亡也没有任何恐惧，这个叫做等生死。这是解脱者的境界。所以我们这边除了两个之外，其他都是解脱者了。那其实呢，大部分是这个样子啦。好像因为对这个问题没有很用心过，所以好像有点担心，又好像不担心，两可啦，两可这个样子啊。可能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破除哦。比如说像这个样子，有没有？我有点担心死亡，我有点怕死。那我有可能活得自在吗？对，所以就尽量嘛哈，就是尽量活得自在，但是到了时候再说，这样比较属于这个样子。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佛法的修学上面，其实你要基本上啦哈，你看，刚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我们上礼拜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跟修行的方法都蕴含在里面了。你的心灵里头，如果真正透彻了这个生命的实相呢，就没有生死问题，就没有生死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哦。你看，像我们举简单的例子你看，先从佛陀的这个记录来看，佛陀其实他要临终前，大概3个月前他就知道了但是你看，因为他那个大慈大悲。你看他跟阿难讲说阿难啊，我这个身体因为当成背载一回81岁了，就像那个破败的那个老牛车啦，然后都是用皮呢绑住的，电工鬼仙窟都没耍去但在这样的状况呢，你看他还是继续托钵，然后继续游行，然后后来到一个森林，到双树林间，有没有？然后他就跟阿难讲啊，没办法了，对，今天我要死了，就是我要钵涅盘了。然后叫阿难在那个两棵树之间做那个绳床。那你们看这样看到一件事情吗？佛陀知道自己大概在什么样的时候就要死了，但他有没有恐惧？他没有恐惧。那再看，他不止没有恐惧，而且他怎么样？他还在善用他最后的生命的能量。而且怎么样呢？你看他要临终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120岁的须跋陀罗，一个所谓的本来的外道，他就跑过来问佛陀法，然后呢一直要佛陀跟他呢就是要请法这个样子。那阿难就一直不允许嘛，因为佛陀很累了，准备临终。那你看我们一般人想说我要死啊，没你是那个来还价，对吧？对。那阿难因为他很爱他的老师啊，他就也是这样你买啦，对吧？你就佛陀好欢喜嘛，对吧？你不要再来烦他了嘛，但是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说？他说：“阿难，你让他进来，让他问，他是我这一辈子里头要度的最后一个外道。那你看，他在他生命的最微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临终前，他还是能够保持在全然的明觉的状况，而且全然的慈悲，有没有？”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外道呢，让他他当下听完法之后呢，证得4果阿罗汉。好，你看那这里头有好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佛陀为什么能够觉知到自己生命能那这个生命能，等于说生命之火哪时候会熄灭？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哦。好，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然后又能够擎起这样的意志，把它推到最后一个时刻，那这又是一个问题哦。好，那再来第3个问题是，你看，如果我们一般在宗教上来想说也我的我差别有没有？但是看到没有？那时候的释迦牟尼佛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呢，对于释迦牟尼佛来讲，他在讲授的、在教导就是什么？就是一种通达觉悟的方法，让众生离苦得乐、究竟解脱的方法，这个就叫做佛法。所以它不是所谓的宗教上面的佛教，它就是佛法，通达究竟觉悟的方法。所以只要有任何人他有那样的因缘，然后想要让自己的生命离苦得乐，甚至想要达到这种究竟觉悟，对于一个学习佛法的人，他都是怎么样？他都是应该是随时心胸是开放的，义无反顾的跟他分享法义，然后能够帮助他呢，有没有离苦得乐？有没有？这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再回来，那看，佛陀跟我们一样啊，你看他是比我们辛苦，对，活到81岁，然后呢，几乎是每天呐，那平常偶尔他住一下，人家如果有金色给他住，他就住嘛，有没有？那常常因为他都是游行托钵，那你看他到最后一刻，
对死亡对他来讲没什么，其实有没有？这是一个。那你看，那他的徒弟，比如说像婆奇舍，很有名的一个婆奇舍，因为他很会唱那个偈言。那你看他要死的时候呢，你看他就跟请佛陀说啊，佛陀，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啊？现在呢，让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啊。他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去赞扬佛陀的功德，然后说明也等跟佛陀说明说我这个时候我的心境的这种状况。那他怎么说呢？他也跟他那些等于说他人家同修嘛，说，我黄昏的时候就要播无余涅盘了，一般都是讲要死啊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他的心境怎么样呢？他说我的心境呢，就像那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头的那个大龙象，我现在要回到旷野中了。另外，觉得徐显郎有没有？死对他来讲是什么呢？脱离了这个色身的这个束缚，完全解放。那他们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一般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有没有？我们是会很恐惧、很不安的，然后不知道去如何去面对，那像我们已经讲2个例子了，有没有？所以像佛陀那样在面对这个心，等于说这个色身的这个脱离，要去那个等于说面对这个死亡，他那样的心灵，婆奇舍是那样的心灵啊。那他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状态啊？他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状态？他们能，难道我们就不能吗？那如果我们不能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不是白教了吗？他不是白辛苦了45年了吗？这是问题啊。好，那怎么样能够通达到这样的方法？怎么样的修持？在佛法里头，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自觉。为什么呢？生命如果没有办法彻底觉醒，就叫做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不知道从何而来，不知怎么生，也不知怎么死。那所以就等于一直会在那种带着迷惑、带着无明，在生死当中流浪。那所以佛法叫做觉醒的方法，其实简单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呢？知道怎么来，也知道怎么去；知道生怎么来，也知道死要归向何处。这个叫做觉悟。所以它不是一个，它不只是一个世间的这种行善，或者说这种当然绝对不是宗教崇拜。好，那你看这是在佛法里头的面对死亡的佛陀，还有他的弟子婆奇舍这个样子。那你看那其他宗教也有啊，你看那个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知道人家要来抓他，那他怎么样呢？他坦然被抓，然后呢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呢，你看他最后讲什么呢？他讲说：“上帝啊，请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他在指的他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些宗教师，是那些宗教师跟那些法学家跟那些政客去害死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传达的真理的讯息，跟原本的宗教那些犹太教的那个思考是不一样的。耶稣在传达的是上帝国就在地上，就在人间，所以他叫做怎么样呢？面向上帝，但是你要信从福音，让上帝的国在地上走。所以上帝国不是在天堂，上帝国就是在地，就是在人间要去实践它。那所以这里头没有任何宗教崇拜跟迷信的余地。所以耶稣会讲那句话：我3天就要把圣殿烧掉，然后我3天就可以把圣殿盖起来。因为圣殿是什么？圣殿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那你看，好，那再来，那你看像耶稣基督在那样的状态，他在最后一刻，你看他还是祈求上帝去原谅害他的人。你看他对生命呢，他对死亡呢，没有任何的抗拒，也没有任何的恐惧，有没有？好，这是耶稣基督。那在他们的这个系统里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概大家也听过圣方济，有没有？他是耶稣会里头的一个修士，后来也被封圣，然后我们知道他真的就是一个解脱的一个觉悟者。那你看呢？他要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要死的时候呢，那个很多的他那些，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成道者，所以他的那个信徒很多。那他要死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看都来等着这个样子。那他的徒弟呢？他怎么样死呢？
他很安静，也很快乐啊。然后呢，他的徒弟就跟他讲说啊，塞呀，你马麦亚内，然后那么多人在边边嘛，有没有？你那个可不可以死得庄重一点这个样子啊？啊！但是你知道圣方济跟他讲什么吗？跟他那个大徒弟讲什么吗？他说：“你听，小鸟唱歌的声，现在小鸟唱歌的声音多好听呐！”好，看是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常常看到那种禅师的境界？有没有？你看圣方济，这是属于耶稣会里头的传统的修行人。你看，对生死对他来讲是这么的自然的事情。你听，他要死了，你听，现在小鸟唱歌多好听啊！啊，你看那是对于他的徒弟的一种最后的教导，有没有？那你看到没有？那我们那种人的那种不恰当的那种投射，甚至不让他的老师有没有好花戏？你看到吗？那个叫老师给一个戏班，现在这个样子，好让世间人去看到没有？宗教，看到吗？宗教。所以事实上呢，你如果没有一种真诚无为的那种心灵，你敢想，没有办法真正跟真理的讯息相应。你会你活在世间的这款书课有没有？那所以你要去伪装，然后因为你心里一般人心里头会有很多的欲求，比如说啊，然后你看你就没有办法回归这个法界，没有办法全然的回归这个法界。好，比如说你看这是我们说耶稣会系统里头的，对。那我们再看，那在中国里头，比如说比较好玩的，你看像那个庄子，对不对？庄子呢，他老婆死了啊，那个书上有记，他老婆死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他老婆死了，有没有？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叫做惠子，然后要来吊唁。那知道庄子在干什么吗？他就这样蹲着坐着这个样，然后拿一个木桶在那边敲木桶唱歌，鼓盆而歌，啊。然后那个他的好朋友惠子说：“哎呦，阿达你妈卖啊呢，有不？人至少嘛是跟你带遮久，是不是？啊，个帮你饲囝，是不是？哎，今嘛人都死啊，对不？你那个没有哭也就算了，对不对？你竟然还在这边唱歌，哎，那你看，你如果想说，要是我死了，我老公在那边唱歌，你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刚刚你会几百会对吧？是不是会这样？但是你看庄子他就讲啊，这也是一个教导，他就说。”他说啊，朋友哦，其实我之前我有先考了，我有哭，但是后来我想想不对，他怎么说呢？你看啊，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超越生死的这种教导了。他说，你看我这个老婆，一本来是这个世间没有这个生，没有这个出生，我老婆没有出生嘛，对，没有这个生命。他说，而且呢，不止没有这个生命，本来没有这个形体，哎，然后他说。不止没有这个形体，而且它本来是没有气的，啊，没有气，有没有？没气嘛，啊，所以它本来是在这个恍恍惚惚的天地之间，啊，那他现在回到这个恍惚的天地之间呢，刚刚变成休迪起的那个天地的大寝宫里面呢，有没有？那他现在在那边休息呀，那就像随着春夏秋冬一样，有没有？时间到了，他有可能又有气，哎。然后就会又有形，然后就会有他的生命又产生出来嘛。那所以他现在休息在这个天地的大寝宫里面哦。啊，我基本上大家考哦，安尼可能对安尼没啥好意思找到他。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是庄子。所以对于道家的人物来讲，他们是很坦然的、很清楚，知道说生命呢是这整个法界的一个缘起。不是任何人能够左右的，有没有啊？所以法界要让它诞生，有没有？那它就诞生。那它该回归法界了，它就回归法界。所以这它能够等生死啊。就像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有没有？你看我们这个生命里头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哎，6种元素的这样的一种聚合，你看。是这样聚集起来，那也每天在吸空气，对不对？每天在喝水，每天在吃这个营养素，然后随时都需要这些地水火风空的这种支持啊。那时间到了，6大它就瓦解，哎，那其实生命它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虽然这样讲，
脑袋里头好像可以这样想，有没有？但是你的心呢？你看，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做这样真正的彻底的释放，有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呢，这叫做建立起正确的知见之后呢，就必须要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啊，随时培育相应的这种觉察力，然后随时呢来断除不恰当的这种投射。好，那你看呢？你看我们这样看到了有没有？佛教的修行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像婆吉舍这样，你看他们对生命呢、对死亡呢是这么的自在。基督教系统里头的这种修行人呢，也是这么的自在。哎，那你说道家的这种修行人呢？你看他对生死也就是这么自在，有没有？那我们，你看，那我们马上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哎，那我怎么样在看待生命啊？这就出现在这个问题。所以孔老夫子会讲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你如果不了解生命的缘起，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会去知道死亡呢？有没有？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超越死亡的这种恐惧，它就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心灵的这种焦点啊，集中在生命的现象上面。其实你如果了解了佛法之后呢，会对佛法你就不会觉得它离你很远，就像刚刚这个师父讲的这个样子。怎么样在生活上面它能够活出来活法。在那个原始佛法的时代里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给孤独长者，对不对？他盖了那个祇树给孤独园来供养佛陀。那他有一回呢，他生很重的病，快死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佛陀的大弟子啊，然后舍利佛呢就去看他啊，然后他里头有这样的教授，对于给孤独长者有这样的教导，让心寂静下来，好好的去观察你这个整个的身心现象，就是怎么样呢？地界、火界、水界、风界、空界跟世界的这种组合，6界。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种如实对于生命现象的如实知，然后呢，保持在这种在临终的时候呢，一样保持在这样的这种觉知的状态。重病的时候这样觉知，临终的时候这样觉知。其实这就是佛法里头的，我们说一般在这个世间讲的叫做生死学，或者叫做临终关怀。好，那所以我们在要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你去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是有困难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自身来看身体硬的这个部分，这部分在佛法里头就叫做地界地大。那你看我们的这种唾液，我们现在感觉有点流汗，有没有？然后感觉有点湿气，其实这个就是水大。那你看我们的呼吸，吸气吐气，其实这个就是风大。那你看像现在有点灼热的感觉，有没有？温热的感觉，这就是火大啊。那你看地水火风，它要在一定你看里面的这个空间上面要有空，有没有？有这个空间，它才能够适当的流通。所以这是叫做空嘛。要有你看那种里面的这个空，也有外面这个空间哦。其实慢慢我们会再看到，没有外面的这个空间，没有生命。那再加上说，那里头有对于这些现象呢，有一种觉识，有没有？视知的作用。你看细胞它本身就有觉识现象哦。细胞呢，比如说我们在你们国中的时候有没有透过那个显微镜，有没有？然后去观察那个细胞，那发现一件事情呢，细胞如果外面的水分如果比较干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细胞壁就会比较闭合，有没有？那它里面的水如果比较多的时候，它细胞壁它就好像比较张开，让水分流出去。好，现在再看这个地方哦，没有你在运作哦，细胞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在运作，这个叫做识，这个就是识，地水火风空识，觉识的识，那么识。好，
视知有没有？觉视啊啊，一些个线好不好？知识的那个是，但这个地方是视知觉知的意思嘛啊，所以你看，我们先这样大略来看有没有？哎，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体，它就是这种地水火风空识六种等于说六种这种宇宙性的元素啊，它组合而成的，在一定的因缘条件底下，它就会形成这样的生命现象啊。那你如果就道家就变成说，如果气有没有一气而化，有这样的气的先天气进来了，有没有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它就长成这样了，有没有啊？所以呢，有各种动物，对，然后就是各类型的众生。那我们这样看，你不管是说从人来看，或者从动物来看，甚至一条蚯蚓，有没有？你会发现它都是地水火风空识，众生的生命现象里头一定蕴含的这六界，有没有？好，那如果说你看呢？那如果说你的心灵能够在你现在在活着的时候，随时当自己对于生命的某种不恰当的执取，它升起了，哎，某种对于境界的这种抗拒，它升起了，然后你能够觉知到当下的这种抗拒，然后怎么样？一念回击，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讲宗教界里头，佛法里常常讲，哎，一念回击。看到当下的这种执取而能够去放下来，哎，那你看你心灵上面你就会有一种释放下来的那种极境，有没有？这个其实就叫做知生。知道生命现象呢，其实就是这种六界的缘起，哎，在这样的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它原生起来的。所以呢，只要因缘条件变化了。这个六界它解离了，生命等于说我们说就回归法界了，他就回家了啊！就像那耶稣基督就会他们用那种字眼叫做回归上帝，回归主怀，有没有？但是其实耶稣基督在讲的上帝，不是在指一个人造神的那个上帝，他在指的就是这个真理，就这个所谓的法界啊。所以主怀，所以他说随时都在上帝的怀抱，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随时都怎么样，都活在宇宙的这一股大能里面，有没有？地水火风空识不是你给的啊，这是宇宙性的现象，对不对？慢慢去感觉，有没有？这是宇宙性的现象哦，有没有？所以不是你，它是一个宇宙性的现象。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了解到了，就像说。你看一只小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只小狗不只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一只小狗，那一只小狗是一个宇宙性的能量的缘起，所以它是一个宇宙现象，对不对？你也是啊，你也是一个宇宙性的现象啊！你看我们的吸气、吐气，这个不是你在呼吸啊，知道吗？有没有？细胞它需要的时候，它就吸气。细胞要吐气、要换气的时候，它就吐气。你看，这就是宇宙性的现象，看到没有？所以，如果说了解到这样的一种生命实相，那我们会怎么样呢？这个叫做破身见，有没有？断除了身见，知道说这个生命呢是宇宙性的能量，随着众生各自的这种因缘条件而原生的，有没有？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对这个生命现象会怎么样？臣服。你看，你就不会去抗拒，因为你了知这个生命呢，它是一个宇宙的众因缘条件的汇聚，看到没？不是你想要安怎就听安怎啊？那你能透过这样的一种思维，有没有？然后慢慢去观察，哎，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没有太阳照射，你没命好活，看到没有？没有这个空气，你看你没命好活。没有这个水，你也不行；没有透过大地滋润这么多的这些众生，有没有？然后你没有青菜好吃，你没有肉好吃，你也没有办法活。没有这个空间，你看也没有你可以活，看到没有？那我们认为所谓的大自然，有没有这五界的这个特性？你看，那所以生命它就是这么实际的，这样可以感觉吗？所以它。不是你的脑筋的一种投射，它实相就这样在发生，就是一个
天地宇宙的六大质数，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的暂时性的一个组合聚集起来升起的一种显象，有没有？所以你看呢，原本一颗小精子配合一颗小卵子变成受精卵，有没有？然后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又不断的吸收地水火风，有没有？然后你看它慢慢的就长，有没有？然后长到最后，它不想待在里面了，待在里面不舒服了，有没有？就踢妈妈的肚子，然后它要出来了，对？那你看它就出来了。出来了呢，它如果没有办法呼吸，它就没有办法活啊，有没有？所以它要被拍屁股，有没有？大叫一声就把空气吸进来了。然后它开始，你看它吸的是什么？就是大地之气，有没有？就是天地之气。先看到吗？所以事实上是天地在养育我们的，有没有？是这个法界在养育我们的。那么说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这个法界，所以呢，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以为你要死到哪里去呢？有人当然公布，你想不？你也死去什么所在？知道这个意思吗？好，那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其实那是一个禅语，那也是一个他叫安东尼戴美勒是一个印度的神父写的一本书里头的那个偈言，他不是那个盐巴娃娃，记得吗？盐巴娃娃他那很辛苦啊，那终于走到海边然后看到那个大海那么浩瀚，很震撼你是谁呀？然后那大海说你来你来我这边玩那盐巴娃娃一直走进去的时候，终于感觉到了没有？然后一直溶解，然后你看他到最后很高兴我终于知道我自己了在这个意思吗？你看他就是大海里面的盐巴那这什么意思呢？自我溶解掉了。这个就像婆吉社讲的，有没有？我现在要死了，对。但事实上呢，就像那个本来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头大象要回归大森林一样，无我了。所以它融入整个法界里面，融入整个海洋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好，那个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刚有个同学蛮好的一个问题他说虽然对没错这个生命是法界法界的六大元素来组合的对，但是在这样的现象里头，总是好像有一个我嘛，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我，那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很简单，这是佛陀之所以能够成佛，跟在整个西方的这种哲学或者说神学上面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西方的，比如说你看说西方的哲学里面，他们都一直会认为说有一个自我，那到最后用上帝来保证这个自我的存在他一直会认为好像有一个主体嘛，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主体嘛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在西方的文明还是没有办法从这个自我的污名当中解脱出来，只有很少数的灵修者。所以刚跟大家那个分享的，比如说你像圣方济，或者是像刚跟大家讲安东尼戴美勒，或者耶稣基督。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传达的这种无我的这种讯息，对于西方的这种传统，它并不相应所以你看他会被谋害、被陷害、被吊十字架，然后到最后呢，那又形成那种一神论的那种教会系统。那我们包括说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安东尼戴美的那个神父，甚至呢被那个保罗二世判为异教徒那甚至我们那个知道说像那个在20世纪里头非常非常杰出的、令人非常感动的那个德蕾莎修女，有没有？听说她在她临终前有没有？她的书信里头，后来《Time》杂志还把它看出来嘛？她怀疑上帝的存在，事实上是这样，所以激起他们那个教会很大的那个冲击，甚至那时候在考虑说，那要不要跟他封圣？那后来因为德蕾莎实在太伟大了，还是封圣。但是从这点我们看到什么？德蕾莎修女的这种真诚更让我们感动。你看她是很真诚的在面对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从修行上面知道，没有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啦，
不是没有那个创造神，但是有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是这整个的宇宙的缘起，不是说有一个人在创造它，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问题上面，但是呢，你看，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啊？对，明明现在是我在讲话，啊，有没有？我在看东西啊，我在听法啊，就是有一个我啊，有没有？这个问题的难度吗？所以在西方人里头，主要你如果用思想观念，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把我500-600本的那个哲学书籍全部送给人家。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根本的疑惑，知道吗？那其实这在阿含经里头我看到了，这就是有一回阿难在讲，他说是富罗那嘛，对，富罗那跟他讲的，人在6根接触境界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升起这种自我意识，就会产生这种自我认同，所以叫现象升起，就会执着以为是我，叫做生法即是我。好，那他怎么说呢？就好像呢，你拿镜子照面的时候，你看到镜中有影像，就会觉得那个影像是我，知道这个意思吗？有点难，对不对？有点难，有没有？好，那我试着用一种方式来让我们去深入这个无我的这种境界。你可以用一种反的方向来推。你看哦，如果没有眼根，没有眼识，你没有眼的作用在升起，不会因为看而升起自我意识，对不对？这同意吗？那如果没有耳根呢？没有鼻根呢？对，没有舌根呢？对啊，没有身根呢？没有意识呢？等于说没有这些生命现象升起的时候，你都不可能有自我意识产生，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你的自我意识是随着因缘与这些生命的特性而升起的，所以才会有这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2500年前悉达多解决的问题。悉达多他本来也是像我们这样充满着烦恼跟痛苦啊，而且其实不是只有到悉达多的时候才这样。悉达多之前呢，我们在透过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种文献记录，大概将近在悉达多前的2万年前，就有比如说吠陀的那些吠陀经的那些语录的那个记录，也就等于说在印度那时起就有很多的那个修行人要去追求解脱这种生死轮回。那他们都觉得那个不断的这样流转轮回呢是一件苦差事。那为什么是苦差事呢？我在轮回，所以大家就是那些有觉悟的人呢，都想从这个不断轮回的过程当中呢解脱去。为什么？他们想说，我今嘛安尼我到时能够转世嘛是个生对吧？个生的时候呢，得个老，得个病，得个死嘛。那这样很累啊！我干嘛要这个样子？在佛陀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哦，就是人家就已经有这种认识了哦，所以因缘与无明，所以就会不断的轮回。所以在佛陀之前的解决之道是什么？他们怎么解决？有的透过宗教信仰崇拜，有没有？希望被接到梵天那边去，那就是婆罗门本身的修法。另外一种是什么？叫做森林婆罗门，一个刚讲是济世婆罗门，一个是森林婆罗门。他们怎么样呢？透过修禅定啊，像很有名的诗人泰戈尔，他后来也是走向森林婆罗门的这种修法。所以他要回梵天，所以你看他的诗，他一直在感觉他跟那个梵天合一的那种很美妙的那种心灵状态。好，那也就等于说，在佛陀之前，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传承，所以他怎么样？你看他刚开始学什么，也是在学禅定呢，就是森林婆罗门啊。所以你看他修四禅八定，然后想要透过禅定呢解脱这种生老病死的苦难，但是出现问题了。禅定的时候很愉快。没有外界的干扰，然后收摄在你的那个禅相里面，有没有？那你没有问题啊，很快乐。但是不是表示这样就解脱，出了那个禅定，有没有？退出禅相了，对？那个同学以前在禅修有很好的那个禅相，但是退出那个禅相呢？你看你在6根触境的时候，
贪嗔痴还是会升起啊，有没有？触到不可以进心嘛，写心功会得啊，有没有？所以不是禅定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后来知道说，那好像是石头压草一样嘛，啊，所以那时候的悉达多放弃，但是那时候他们又认为说，那苦行可以啊，所以他要去修6年的苦行，他修到怎么样呢？你哪看也记录，那是佛陀自己讲的，你就会真的是会很感动。所以刚刚为什么说我在意念佛陀的时候，我会想到他这一段？他自己说呢，他修苦行修到肚子皮跟那个后面的脊椎是贴在一起的，不都陪得吐得后边卡加偏了啊。然后他修到是快站起来呢，都会晕，都快昏倒那样。他在尿尿的时候呢，都会尿出血液。他是修苦行修到这个样子哦。那所以他发现还是不对啊，还是没有办法解脱。那什么？还有一个我一直都在我当中，有没有？我在修禅定，我在修苦行，其实是这个问题。好，那你看哦，那他又发现说，那他苦行没有办法，所以他渡过尼连河嘛，先接受人家的供养，然后他渡过尼连河。你看他怎么在看呢？原本他是从生命之外再找解脱的可能性，有没有？禅定啊，或者苦行。然后他到尼连河树下的时候，他不这样做了，他怎么样？他完全从生命的实相下手。生命就是生老病死，有没有？那我先不用去想要去透过那个禅定去克服生老病死啊，我要去问的是什么？是老病死背后的因缘是什么？下面看的原因升起这种老病死的现象啊。那他怎么来的呢？他怎么进去的呢？他是先，那是他也是他自己的记录嘛，通过观呼吸。因为呢，他突然想到说，他在小时候呢，宫女带他去那个玩耍，然后他们去看那个农技那个表演，然后把他丢在那个稻田边边，他很自然的透过观呼吸就入二禅。所以呢，他放松身心呢，就沿着呼吸呢，就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是什么意思呢？心完全平静，没有任何干扰的状态，叫做舍念清净嘛。好，那舍念清净的时候，你看他就转观，在这样的状态就转成一种正思维的状态。他就问自己啦，为什么会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你看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头直接就跳出那个答案，那种觉受，那种体验，因为有生命现象。那为什么会有生命现象？因为内在这个生命体呢，内在会孕育一个强烈的这种有序的冲动，有序叫做有。那为什么这个有序的冲动会升起呢？在这股能量里面蕴蓄着一种强烈的执取。然后这个强烈的执取的能量为什么升起呢？因为里头有贪爱跟黏着。那为什么有贪爱跟黏着呢？来自于曾经有过的这种觉受、触受、乐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乐受呢？他发现来自于曾经的经验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触呢？要有这个六根，你看这都实际的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六根的这个报身？有没有？胚胎里头啊，名色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因为那个里头有那个业识的这种投射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业识的投射？里头有一种生命的投射的冲力，那个叫做行因行。那为什么会这样投射呢？因为那股能量，他以为怎么样？自己以为有我，以为是自身，所以那个叫做无明。就等于说，在那个生命能的那个推动当中呢，不自觉的以为这个状态就叫做我，所以这个叫做无明。那所以如果无明灭了，你看它就变成完全明觉的状况，那个行就只是一种能量，对不对？那个能量就只是能量，看到没有？身心就只是身心了，六根触境就只是六根触境了，有没有？所以它就怎么样呢？在六根触境的时候呢，就不再有这种自我意识升起了，所以它完全解脱，对吧？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没有那个意思说要大家说这样那个听了，然后你的心就马上能够陷进去，这不可能。你要自己怎么样观察，在你的生活上面六根触境的时候去观察。你刚开始一定是要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活的觉醒的方法。所以你要呢，随时呢先能够觉察，有没有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觉察自己身心的觉受。比如像我们有同学在练动中禅，然后练观呼吸，有没有？他就是要让心灵收摄下来，心静下来。心静下来是禅，是止禅。心静下来不是目的，心静下来要你观察，观察什么呢？实际在发生的现象。那观察也不是目的，要让你怎么样？升起智慧觉悟，看到真正生命的实相。比如说刚说六根触境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有自我意识升起，这个不能说的人说了你听了就算，你不能这样，你要自己观察到，你要自己看到说，我眼睛这样在看的时候，其实只是看啊，只是视之啊，那我就会投射这种自我。那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呢？看只是看，听只是听，没有问题啊。你要自己去体验，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刚刚是用2个方式，一个是生命本身的这个6界的这种组成，这个组合你自己可以亲身体验，对不对？另外一个，如果没有这个6界的这种现象，你会发现你的自我意识它根本没有基底嘛。一波敏感堂口，我刚刚记得这个麦克风有没有？它要放在这个桌子上面，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架，这个叫自我。没有这个桌子，它架不住啊。那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自我呢，它怎么样？它是一个原生起来的现象。这样看清楚吗？所以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你慢慢你就会领悟到一件事情：地水火风空识呢，有没有比我们的自我感还真实？因为地水火风空识呢是宇宙性的这种实际存在的现象，自我意识呢却是因为有这些现象存在之后而升起的幻象。所以在般若经叫什么？就是颠倒梦想嘛。因为你不如实知这整个的生命的实相啊，所以呢会以为有我，有我所所以呢那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投射。所以就会很辛苦。所以这个自我感，西方的哲学从苏格拉底之后就没有人破除了啦。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谈谈苏格拉底，因为他很特别。苏格拉底是真正的一个智慧者，他不是，其实他的东西，他事实上是应该算是一个阿罗汉。但是呢，后来的他，比如说他的柏拉图还有接到一点东西，到亚里士多德其实就很多，因为他完全从思想在看人那个世界了，完全不一样了。那你看像苏格拉底我们先看看苏格拉底呢，是大概全世界呢最不幸的男人之一啦。为什么？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对，他老婆呢是全世界最凶的女人之一啦。所以我们有那个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老婆如果在骂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打雷了哦，他就跑那真的是这样哦。那他跑的时候，有时候他老婆会用水泼他，他就蒙着头下雨了哦，这样跑。苏格拉底你看。但是你看他虽然有这么对他这么刺激的老婆，对不对？你看他是这么样的那个自在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跑到广场然后跟那些年轻人提醒他们不要迷信，有没有？要懂得去思考什么叫做理性，什么叫做勇敢，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自由。所以他都在鼓励年轻人真的怎么样依自己的理性，然后做真正真实的这种认识。就刚才变成说像耶稣基督那样嘛，神不是在庙里面嘛，上帝不是在天顶嘛，上帝是在地上嘛。他等于说让你去认识真正的生命啊。那在那个时候人家就怎么样？那政客当然受不了因为这样他们没有办法统治啊。所以人家就诬告说苏格拉底呢他在鼓动年轻人，有没有？然后要去所以判他叛国罪要让他怎么样？判他死刑。那要判他死刑呢，又不敢去处理，怎么样？所以给毒药，有没有？那你自己喝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同样的问题好，那你看，那苏格拉底要面对死刑，要面对死亡，对不对？那很多人因为他已经是那时候是国际知名的智慧者嘛，包括外邦人都想要来营救他这样。那苏格拉底他自己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言行如一的人嘛。他说：“我既然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遵守这个城邦法律，那城邦法律竟然判我死刑，判我喝毒药，
那我没有去抗辩，那我就应该服从这种法律哦。你看，了不起哦！他自己被诬告，对不对？他自己很清楚，但是呢，因为他的理念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样怎么样呢？那所以他不接受人家那个让他偷渡要去救他这样，然后呢，他就准备要那个喝毒药死这样，然后就他的徒弟呢，他在那边哭，不希望他死这样嘛。那你看苏格拉底这个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很接近了，就同样的主题，他在面对死亡了，对不对？那你看苏格拉底怎么面对？他就问他们说：“啊，无你是在靠啥啊？你敢知影死是什么？无你是在靠啥？重点哦，你不知道死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看苏格拉底的理性，你看像大禅师一样，这都是禅师在棒喝嘛。然后他就说了，搞不好死了之后就进去是天堂呢。那你现在的哭不是会变得很荒谬吗？看到没有？但是苏格拉底怎么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啊，所以怎么样？我现在就好好的去经验它。你看，完全理性如实的面对，有没有？没有任何前提，没有任何假设。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一边喝毒药，然后就一边喝，就一边跟他徒弟讲说啊，现在喝下去那个感觉，先舌头出到有点麻，有没有？然后现在麻到哪边，麻到哪边，麻到他没有办法说话，这样子走人的。苏格拉底，你看像我们一般宗教师能够这个样子吗？看到没有？啊，那你如果说以为说那个叫做外道，那外道吗？其实那就是类似阿罗汉呐。对于生死，你看他就像庄子讲的嘛，如果一个人了知的这个大道，就通于坦途，了知大道，他会怎么样呢？对生命呢，他不会特别去贪喜；对死亡呢，他也不会特别去抗拒。生不为喜，死不为祸。为什么？因为这是法界的现象。所以透过这个法界的现象，是让我们去经验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经验它，而不是去抗拒它。所以你看，包括在南传佛教里头，有那些修行的那个禅师啊，他们有的那个禅师要死的时候，就跟那个徒弟讲说：“你看哦，我差不多要走13步，就要等回啊，1、2、3，走到第13步，人就走人了。”中国禅宗里头也有很多这个大师，都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他们面对死亡都是这么的潇洒跟自在，这么的平实，这么的如实，有没有？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这就是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真正知道生命的实相是什么，只是这个6大元素的这种暂时性的这种聚合，他们早就已经破除了那个身见，那个我见。所以呢，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如实知的状态里头，去面对最后的一个所谓的临终的阶段。这也是佛陀的教法哦。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跟那个在那个《阿含经》里头，基本上都是这样教授。所以他怎么讲呢？如果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有没有要保持这种觉知的状态、觉醒的状态？包括到最后寿命的最后一刻的觉受，身体这个色身最后的觉受跟寿命的最后的觉受，都能够保持如实知，而没有任何抓取。那这样会波无余涅槃吗？释迦牟尼佛教的就是他死的时候的也是这样做，所以你看他教了那个临终前，教了须跋陀罗证阿罗汉之后，须跋陀罗也在那个时候，他证得了阿罗汉，然后呢，生命之火也即将熄灭，所以他先佛陀而死亡。然后佛陀也一样啊，他在进入四禅，完全舍念清净的状况底下，波无余涅槃。好，那我这样讲，你们不太清楚。那怎么样对于在临终的状况保持觉知呢？你们有没有陪伴那个家人临终的那种经验的？陪伴过嘛？来，看到什么？有没有注意看到什么？你是说临终的？临终啊，被戏啊？对，就是要死的前面。对。其实是很安详。你陪的亲人是就是你看到那种松，但是你知道，你
知道，但是你会去想你的不舍是什么？那想到什么？你的不舍是什么？我的不舍是贪爱，贪那个爱，跟他之间的那个情爱。啊，那其他的呢？林老师呢？我只有看过我妈妈。那他过程怎么样？我们就决定说不再急救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念佛，开始开始的。然后我们是念观世音菩萨，那我妈妈她都是拜观世音菩萨，对，所以我们就给她看着一个观世音菩萨像，然后就念，发现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表情，很安心，就是静静的躺着，眼睛也睁得大大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痛苦表情，然后就一直有时候一段时间就跟他讲说你不用等老二啊，为什么？因为他住很远啊，可能明天才会来，我就跟他讲就是在耳边跟他说，赶快先去极乐世界啦，让他放下来，以后我们再去这样，就是一直让他，希望他能放下，然后就发现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就走了？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但又怕说自己是，就也没有说真的很了解，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家人这样子很平静的一直在旁边陪伴他到最后就对。到12点到5点的时候，最后他要走的时候就是看大家一眼，然后就自然就气就断了这样。对，很安详，有没有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你这样看，先跟让大家去感觉的就是，你看我们都有经验过，有陪伴过人的临终，其实看到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宇宙大自然的必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临终者或者说陪伴临终的人，他对于这个现象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抗拒的时候，有没有？变成怎样？但一般来讲变成怎样？那就真歹死啊，对吧？因为会死得很辛苦嘛，死的过程会很辛苦。那虽然很辛苦、很抗拒，到最后还是怎么样？你还是要整个要松下来啊。但是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你那是时间不正不关的时候，有没有？你临终的时候的心的那个结，最后的那个业相，它决定的是你转过去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呢，你就会等于说，你一出去在一个中阴状态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直接化身鬼界，或者说所谓的地狱界，或者转世成天，我们说在中阴状态，你看你会带着一个不愉快的那个心情，那个不愉快的心情呢，甚至容易引生，有没有？在那个等于说，时间到了，你又转了嘛，那可能又到比较不好的这种境界，是这样。所以在那个佛陀他就在经文里头都有这样的提醒啊。你在临终的时候，如果能够善念相续，会怎么样？后世续善，转过去的时候也会一样是好的。这就是我们要临终跟要陪伴家人临终或者朋友临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自己要死，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善向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那如果家人朋友要死，我们也能够想办法让他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有人念佛，他念得很开心，那就让他念佛，对不对？然后有人可以很安静的观呼吸，他就可以很安静的观呼吸，对。有人喜欢念观世音菩萨，那就念观世音菩萨；有人喜欢听圣乐，就让他好好听圣乐，带着一种愉悦而满足的心去转世这是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回来，那事实上在整个生命等于说这个死亡的过程，从在佛经里头从不管是部派佛教的，或者是显教的，或者是密教的甚至我们到道家里头，大概都已经就是因为这个生死学的问题，我从国中就开始有兴趣所以大概都整理出来了就大概就把他们的那共同点收摄下来，大概是这个样子。人要死的时候，就像人的组成一样，他一定会怎么样呢？先六大要崩解，六大要瓦解，所以会怎么样？我们说地大瓦解，水大会瓦解，所以你看人要死就开始不免到死啦。
人要老不，开始身躯就会变定啊嘛，有没有搞啊？其实那就是地大的问题啦。啊，那你看人要死的时候呢，他会整个身体僵硬，这就是地大瓦解了嘛。啊，地大瓦解，那到时候你看他会有比如说里头的尿啊屎啊会跑出来，水大瓦解，然后身体变冰冷，火大瓦解，有没有？到最后你会发现他的鼻子就冒下去了，有没有？风大瓦解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还不一定死透，它会进到里面，整个气呢会所谓的，如果在密教里头，那么整个收归在进入左右脉，收归中脉，所以这空大会瓦解。然后瓦解到最后呢，我们说比如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被判定说所谓的脑死了，有没有？但是不一定哦，这个不一定叫死透，因为他要怎么样？第六界四大要瓦解，所以他会进入他自己的维系意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般我们说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说叫做生命回顾？这是很多的西方的对于还魂者的研究。人要死的时候会突然到最后呢，他好像进入一个很快速的那种像看电影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一下子这样突然整个转过去，这生命回顾嘛。那等于说，在那个人的临终最后呢，他会怎么样？会进入他的意识的这种消融的过程。那到最后呢，会有一个所谓的最后的业相。那个最后的业相呢，你看它就会影响你的转世。就是说你看我们说人死，假设这个时候死，那死之前的最后一个心念所形成的那个相就叫做临终塑形的业相。那等于说死前的最后一个相升起的时候，你就会心呢就会怎么样？确定要死，他就死就会放了。这个死心还没有要放的时候还不算死，心放的时候就叫死心升起，然后就死了，你的心这个行因拖出去，再投射出去，随着最后业相投射出去，就马上就会结生，就变成结生。所以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死就是生，死只是一个心念的状态，就是你这个机制里面呢，你的心呢决定释放了所以你那个行因就是佛陀看到那个无明行识，有没有？那个行呢就又出去，因为你如果以为有我没有解脱的时候，就会随着临终的那个业相又投射出去嘛。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就是看到这件事情，根本无我，只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随着各种因缘条件在缘起而已。所以他才会跟弟子讲说，所以临终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这种开放的心，开放、明觉、舍心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呢，对于身心最后的那个觉受的状态，都保持如实知，而没有任何抓取，所以他能够怎么样？这叫回家的路，回归法界。那回归到哪里？你看，那叫做不动明觉。那我们我现在这样讲，你只能透过这种生灭的现象的过程，然后去觉知到、去领悟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心境的那个心地的那个状态啊。那这要你自己修行上面去累积啦。那我刚只是等于说顺便跟大家讲说，因为你刚有同学提到说，那什么叫做法界那样叫做回归法界，自我感完全消融了，不见了。自我感消失了，有没有？所以它不是一个断灭，因为我们上礼拜本来有个同学他今天没来，它不是一个断灭，所以那叫做回归法界，波无余涅槃。那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都会怎么样？会有维系的自我意识，那就随着这个自我感，有没有？它就 projection， 它就会在投射嘛，它就会在投射。所以以为有我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带来一股生命的冲力，以为有我就叫做无明。所以无明一定有形，所以叫做无明形。那你有无明形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随着这个无明形而相应的那个境界，所以一定会有觉识升起。在无明形的当下，就会有觉识升起，所以一定是无明形识，那你有这种无明形识，就会有相应的那个身心所以就会在三界当中，所以就会长出相应的这种六根，那就会随着六根去触，有没有？然后你在六根，这样清楚吗？又随着六根触的过程当中，东想想西想想，种种觉受，有没有？种种抓取，种种冲动，然后又不断的这样流转在生死里面。其实生命它就是这样，生命的缘起然后生命的发生，
在这整个宇宙当中，它就是这样在变化。那所以这里头有问题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能量体，这个有觉性的这个能量体，它一直以为有这个自我意识的时候，有没有？你看它就会一直投射，一直天没乱，它就没有办法回家，看到没有？就等于说没有办法解脱生死轮回的意思了。好，那如果解脱生死轮回，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心灵进入一种完全明觉而不摇动的状态。这个叫做出三界，他没有那个无明的冲力被冲进这种生死流转里面的嘛，所以他不会在三界里面流转了，是这样啦。好，那这边我们先谈到这边就好。那因为那个这样你们同学慢慢自己再去下功夫，那你们有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分享。好，那再来。那所以从这里头看到什么呢？生命它本身它是一个宇宙性的能量的一个缘起，也随着这股宇宙性的能量呢，它不断的在变化。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对，这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那我们在这里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在我还没有办法完全就近解脱的时候，有没有？那我要怎么样来面对？看到没有？我要怎么来面对我的临终？因为好好面对我的临终的时候，就会决定到我的未来世的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特别是这方面的问题。对，佛陀讲说，你看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地保持在一种比较开放、比较广大、比较平衡的状态，善念善心的状态，有没有？那你看你就能够随着最后的临终的塑形心，就最后的业相升起，转过去结生的时候，就会在一个比较好的境界嘛。啊，那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不了解这种道理，一般人会怎么样？就像说一般西方人，他们有没有随着，或者其实台湾也一样啊，或者说不懂的人都一样，会随着自己的善恶的业行而流转，有没有？这个叫什么？随业流转啊，有没有？所以我们上礼拜有提醒大家，有没有？那基本上这个在部派佛教里头，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决定人的这种流转的，在随业流转的这部分哦，不是大概人都啊呢，他有重业决定。比如一个喜欢那个常常杀生的人，那他在临终的时候，常常就会有那种杀生的那种影像出现，甚至会有血光，所以会带给他很不好的感受啊。所以呢，他就后世等于说他最后的心念是不愉快的，那就容易落到比较不好的境界，就是这样啊。这重业决定。那一个人，比如说他平常像我们那个三摩地的这些同仁啊，他平常就是那个都在修学这种累积这种善行，那重业决定。那他临终的时候，佛陀有教啊，临终的时候你要意念自己的善行啊。那你看你意念自己的布施的功德，然后尽心尽力的，有没有？那你要带着一种愉悦的心去转世，重业决定，这是直接由业行来决定的。那如果呢不是重业，就是当下升起的，叫做现行业。所以这跟平常时的行为有关系嘛，对吧？等于说你跟你平常的生命品质有关系，因为你没有特别去做意，然后它也不是特别重的，然后它就现行了啊，这叫现行业。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是重业，也不是现行业，但是什么？那是常常你自己的习惯性的行为所引生的，那叫惯行业。那有的呢，不是惯行业，也不是重业，也不是现行业，那就怎么样呢？就是几率问题了，最后突然之间现行的，讲意思不？那所以这里头虽然是几率问题，但是你看到什么？你如果了解转世的这个业力本身在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很自觉性的培育自己的善行。所以佛陀会说，你要怎么样懂得持戒？有没有？你看持戒，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其他众生，基本上会这样。然后怎么样呢？多培育这种布施，让自己的心高兴、开心嘛。你看，比如说你们自己很容易感觉，对不对？恨一个人的时候比较高兴，还是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高兴？我说你的心有没有？爱的时候，你看那种感觉有没有？那你看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比较高兴，还是剥夺别人的时候比较高兴？看到没有？其实所以佛陀其实他都是很科学的，佛法是很实际的。所以说，你平常呢，你看你持守戒行，然后乐于去帮助别人，你看你心地容易心开，然后临终的时候意念自己这种布施的功德，有没有？所以你会带着喜心去转世，
那这就像我们三摩地的同仁就可以常常做这种，就已经有这种基础了，有没有？那要有这种方法，那临终的时候懂得去意念，那不然呢会变成什么样？假设你做了很多的善行，但是临终因为有几率问题，那你不懂得去守护自己的心，有没有？那就随着原本的可能的不恰当的、不是很好的业行而转过去，也有可能。好，那这里回来，那所以呢，懂得持戒布施，但是这毕竟怎么样呢？这还只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这种状况。所以佛陀在说什么呢？你在持戒布施的基础上面要培育智慧，所以要闻法，要培育智慧，要闻。持戒布施闻，培育这种闻的，就听法来而形成的这种智慧。好，那形成智慧要干什么呢？你看，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你对于生命已经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总体性的这种了解，有没有？叫地位啊，对吧？那么今天把这样你对于生命的这种了解，你会发现它就可以拿来运用在对亲人的临终的照顾上面。跟自己在临终的时候怎么样去用心，这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智慧。慧。好，那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如实的了知这个生命它本身的这种无常生灭，它的缘起，它的无我。所以呢，面对临终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样呢？懂得敞开自己的心，守护自己的心念守护自己的念头。我们说，如果还没有办法究竟解脱，有没有？那你看，像我们在这边已经谈到2个了，一个是自觉性的，有没有？活着的时候懂得持戒布施，培育这种善行，然后呢，临终的时候意念这种善行，随着善业加上正念去转世，有没有？就变成一种自觉性的转世，所以就不是一种一般人，有没有？轰轰吓吓，然后平常呢没有什么那个自觉性的这种修，就是对自己身口意行的品质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自觉，那他临终往往真的就是靠几率在决定，就叫随业流转。那我们了解这个转世的这个过程，所以懂得自觉性的活着的时候就含蕴自己的人生品质，临终的时候懂得用这样的智慧去临终，变成正念而临终，正念转世，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好，那另外有一种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有些像佛陀之前的，有没有那些所谓的那个修禅定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借由临终的时候呢入禅定，借由禅定转世，借由禅定力去转世，那容易到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但是那样的修法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其实是困难度非常高，也并不是原本佛陀所在的主要的教导但是它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的另一种，也是一类型的转世方法，借由禅定力去转世那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希望说慢慢透过这个，等于说跟大家这样分享，然后能够自己同学然后慢慢去升进的。因为比如说你开启了这种对于生命的现象的如实的这种了悟的这种智慧，你断除了身见了，破除了怀疑，对不对？然后你持戒布施，然后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这种觉察力，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正果啊，你会有这种就是解脱者的这种正量啊，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比如说，那现在就是第四个，随着你这人生里头的这种持戒布施听闻正法，然后努力修学思念处，有没有？然后到最后你断除身见戒取怀疑，你有出果的正量去转世，就源于自己的正量去转世。虽然还是转世，有没有？就是你在阿罗汉之前有出果、二果、三果的这样的正量去转世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像佛陀希望我们达到的，临终前就能够证阿罗汉，解脱，究竟解脱。那你要究竟解脱，它是怎么样呢？不是说活着才能究竟解脱嘛，对不对？你不是说死的时候才能究竟解脱，是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究竟解脱啦。那这里佛陀有特别在提醒你如果是一个已经修行有正量的人，那你在临终的时候能够保持在这样的一种明觉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只证三果，就是你有一点点自我感，对不对？但是你对人间是已经没有什么欲贪的。那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更全然的保持在这样的一个觉醒的状态，甚至在临终的时候会证阿罗汉，叫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同样，如果一个人原本比如说他活着的时候只证恶果，他的正量到恶果，他对世间还有一点点贪恋，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强力的保持在这种正念跟舍心的状况，他有可能临终转世反而是正三果。那有可能一个人他本来只有正出果，在临终的过程当中舍心的力道强，有没有？他变成可以正恶果。然后有可能一个人只是见法，那临终的时候呢，因为他的道力增上，所以他变成正出果。那有的人他可能本来对于四圣谛、对无常、对缘起、对无我没有很深刻的了悟，那他临终的时候那种生命的那个逼迫、苦的这种逼迫，然后带有这种善知识的这种提醒，他能够正念。他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入法流，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生命在佛法上面是学习到最后一刻的，他连最后一刻都是可能你生命的一种成就的高峰。生命是这样精彩的，知道吗？所以有一个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那算是蛮异类的一个先知欧修，你们有没有听过？奥修，有没有？他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就是很奇葩，有没有？那就是他就讲一句话就讲得非常好啊，因为真的修行人都是那个样子啊。死亡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一个生命的高潮。那我刚刚也已经举例子跟大家听，你看波吉色，他要经验死亡是怎么样脱离这个色身的束缚，好像要回归，我们说像那个龙象要回归森林一样，其实就是整个不再有这个色身的病苦，回归法界嘛。僧方济在临终的时候，你看他很开心。耶稣在临终的时候，他完全原谅了这些陷害他的人，看到没有？苏格拉底呢，今天死亡的时候也是很开心。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呢，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生命它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这么宝贵的，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看到没有？有些人，你看我们懂得法，我们就懂得珍惜生命，用这股能量来怎么样呢？来增上我们去布施，我们持戒，我们布施，我们努力用这股能量来增上修行，有没有？然后扩充我们的心量，然后达到像怎么样？一步一步达到像佛陀、像所有的解脱者那样完全无惑就近觉悟的这种状态，可以到最后一刻。那如果不懂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种学习之道，我们会怎么样呢？常常不自觉的，有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就陷入贪嗔痴的这种苦海里面。你刚看我今天没讲哦？那有一个广告有没有？他说边边弄20岁那差这多，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很壮的有没有？那有一个他很瘦弱啊，那差这多那一样啊，边边弄一段人生，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因缘就出现了。透过这些人生的历练，我们至少是我个人这都是个人的一种心得。对佛陀的那个教法，就是会一直层层转进，层层转生。所以你看，如果没有善业，没有机会闻思正法，没有机会闻思正法，你不会去获得那个全然的正向的去运用这股生命能量来学习，然后自利利他，通达究竟解脱的这种智慧。所以佛陀有讲啊。要闻思正法，一定是以善业做基础，有没有？所以怎么样能够通达究竟解脱？你看他说要有善业，有没有？然后你能够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之后要干什么？听闻正法，不是就来去头嘛，对吧？是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之后呢，不是听了就算了嘛，有没有？你要怎么样想？内证思维。那想一想，不是想了就算了嘛，有没有？就像我们一直提醒的，像同学都蛮好的，知道说要能够落实在生活上面，有没有？所以要根据闻思而来的这些法的思维，在你的生活上面去检证它。我们讲的所有的法都是可以让你在生活上面检证的，也一定要这个样子所以这叫法治法相嘛。那你看你能够去检证了，所以才会怎么样呢？从原本的以为这很强烈的自我感，慢慢看到说，真的只有像佛陀讲的这样无常原生的这种现象。看你会破除这个身见，破除这个我见，
那破除了这个身见，破除这个我见，你就会变得更自动了。当这个我见的这种习气升起，也就是贪嗔痴的习气在冲撞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会更自觉性的、更愿意去消融它。所以你看，你就会见法，有没有？见法之后，你会转向入这个让痛苦烦恼越来越少的这个法流，这个叫做入流。所以一定是先有善业、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次法相，你才可能见法，有没有？体验到法了，体验到法之后，心转向会去入流，入流之后你才会怎么样？证出果。那证出果之后呢，就大概问题不大了，就等于说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呢，你就能够很自觉性的或快或慢就会一直升进的啊。所以听说了啊，听说在佛陀时代的那个两大弟子啊，一个是舍利佛，一个是目犍连嘛。舍利佛呢，跟目犍连一样，都是很用心的教导他的那些同修嘛。那舍利佛大概都把他带到能够那个修行人证到出果之后呢，他就放心了，放手了。那目犍连就比较鸡婆，目犍连就想办法让你证阿罗汉这样。好，那同样的意思啦，有没有？因为呢，等于说你证得出果之后呢，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究竟实相呢，心里已经完全没有疑惑了，而且呢，自己清清楚楚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带来自己跟别人的痛苦烦恼，什么样的对待呢会导向自己跟别人痛苦烦恼的减少，什么样的行为呢是智慧在增上，什么样的行为呢是恶业在增上，你会很清楚啊。那自己的心灵又转向，所以就能够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逐次去升进。这就是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说那个大家有因缘，起码在这辈子里头证出果。那我们透过阿含经的这种文修文思修，确定其实它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是很难的事情。你不知道正法的时候很困难，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不是很难啊。为什么你不知道的时候会很难？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以为你就是要拜佛陀啊，有没有？你每天108拜啊，你在那边念什么咒语啊，有没有？然后你就是做那些，看到没有？做那些跟你自己的心灵呢的本质跟实相不太相关的事情。但是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觉悟，你没有办法了悟真正的生命的真理实相。那你没有办法了悟真理实相，没有办法正果嘛？这跟悉达多完全一样哦。没有，悉达多本来是要解脱生死轮回，但是你看他一开始是走岔路，禅定跟解脱生死轮回其实不相干。这叫什么？心外去求法，有没有？解脱生死轮回跟苦行也不相干，但是他苦行6年，他心外求法，看到没有？赶快隶属哦。那我们要解脱，你看我们生命的苦，生命的苦、痛苦、烦恼，有没有？它有它的因缘。你会看到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苦？你会看到里头的因跟缘嘛，自我的这种执着，对，不随顺这个缘起，不随顺这个实相就苦嘛。所以你如果要让痛苦烦恼熄灭，了知这样的真理，然后在促进的时候，有没有熄灭这个自我的这种无明的这种冲动，苦就灭啦，啊，那不？所以他随时是在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当中在修行，不是去心外求法，有没有？那你如果懂得这样的道理，回到我们平常在6根促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怎么样？就像上礼拜讲的，随时觉察，带着觉知啊，带着觉知去过生活，带着觉知去经验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心会调整哦，就会一直调整，因为我们有觉知。你会发现，做这件事情自己不愉快啊，然后别人也不高兴啊，那你会不会再做？就会自然会一直停了。你有觉知的话，它就会停；没有觉知，你不知道。没有觉知，你以为你做这件事情你很高兴，然后所以你那个不自觉的就对别人这个样子。但是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觉知，所以事实上你对别人也不好，你不知道。那对别人不好，事实上是这样啦，不会有对自己好的时候。有觉知就会知道。我们刚刚有问大家问题嘛？有没有？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心自然高兴，有没有？那因为你的身口意行让别人痛苦，你的心会高兴吗？不会嘛？那为什么会偏偏那样呢？有没有？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觉知。那有了觉知之后呢？你看，再加上自觉性的转向跟修炼，有没有？
其实很快。建立正见之后呢，要证出果并不难，是这个样子。那再加上说，如果说我们从你看常常内身这样观察，你看它就是生命宇宙的6大元素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外面也是这样啊。透过整个山河大地，整个法界在滋润，有没有在孕育整个的生命呢？看到没有？整个法界在孕育所有众生的生命呢，谁是谁？所以如果说在道家里头，他会说这每一个众生都是道之子。所以老子有一句话叫做死母假老母，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在假老母啊，天地宇宙的这个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道之子啊。那你常常你看你会有这样的透过佛法的这种三法印的体验，有没有？正见无常，正见缘起，然后知道无我，所以你会怎么样呢？贪嗔痴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所有的众生他都活在这个宇宙的这种怀抱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耶稣讲的上帝的主怀里面，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活在极尽涅槃里面，但是因为怎么样，众生不知道嘛，他活在自己的无明里面啊，所以在受苦啊。那我们常常这样去看，常常这样去观察，你看我们的那个觉性它就会一直出现，就是我们的觉性呢就会慢慢超越原本的那个业识性，业识的那个习惯性的那个反应，到最后变成促进的时候呢，容易保持在这种不动明觉，而怎么样去慈悲对待我们身边的一切众生这样啊。那这样你看清楚吗？这就是超越死亡的恐惧之道好，那有没有问题？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